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印度人更懂 PPT。2024年11月，印度 OLE 电动车 CEO 阿加瓦尔震惊了整个世界。他宣布自己的公司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两轮电动车企业。与此同时，该公司的年度营收已经位列电动车行业全球第4。而做到这一点 ，OLE 只花了短短3年。一时间，整个电车行业都沸腾了，所有人都在问 OLE 是谁？这个阿加瓦尔又是何方神圣？然而，很快就有眼尖的媒体在该公司的 PPT 下面发现了一行小字：除中国以外。也就是说以上所有数据都是把中国车企剔除之后的排名。再仔细一看，排在 OLE 前面的3名，越南特斯拉。VinFast， 要知道 VinFast 这公司牛就牛在，虽然电车造一辆赔一辆，但老板范日旺却在美股捞得盆满钵满，四舍五入等于拿美国人的钱养中国的供应商，真的我哭死。那么这家印度特斯拉会不会也是个同类玩家呢？其实把 OLE 称为印度特斯拉有点不太准确，更符合其定位的叫法应该是印度雅迪，因为该公司的主打领域是两轮电车，也就是俗称的小电驴。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就是讲 PPT 的巴维什阿加瓦尔，今年38岁，是印度最出名的年轻富豪之一，其人生履历很像印度版的雷总。阿加瓦尔出生在一个公务员家庭，高考时以全国第23名的成绩考入了印度最牛的大学印度理工学院，毕业后进入微软印度研究院工作。2010年的一天，阿加瓦尔无意间打到了一辆黑车，司机半路涨价被他拒绝，直接把他丢在了人生地不熟的半道上。高种姓出身的阿加瓦尔哪里受过这鸟气，当即决定创业，做一个类似滴滴的打车平台，也就是后来的 OLE 打车。但当时他的同事和家人都不看好这个项目，因为美国的 Uber 在印度已经运营很多年，在新德里、孟买等大城市有一大批铁杆用户。但阿加瓦尔很聪明地玩了一手农村包围城市，先从偏远地区和中小城市做起，靠着过硬的软件实力，很快就击败了除 Uber 之外的所有对手。然后他将这些手下败将收拢起来，联合与 Uber 竞争。2015年，这场印度版的打车软件大战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为了击垮 OLE， Uber 一度将每公里价格下调到约7卢比，甚至比 OLE 在落后地区的定价还低。但阿加瓦尔充分发挥了本土团队的优势，他将业务拓展到了更符合印度国情的穿梭巴士、摩托车和机动3轮车上，同时还搞起了快递和送餐。总之就是 Uber 能做的他要做， Uber 不能做的他也要做。与此同时， Uber 因为在北美、东南亚等地搞恶性竞争，引发了一波全球范围的反 Uber 联盟，以软银为代表的资本集团疯狂投资 Uber 在各国的竞争对手， OLE 因此受益，获得软银 2.1 亿美元的注资。除此之外，印度政府也给阿加瓦尔送来了一记助攻。印度政府声称，为了达到减少碳排放的任务，打车公司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电车，但当时印度市场上根本没有电车可买，所以 Uber 受到了相当负面的影响，而 OLE 则成了该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因为2017年他非常巧合地成立了一家电车公司，也就是咱们前文提到的 OLE Electric。其实印度政府对 OLE 电动车的期望相当高，莫迪老先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印度也应该有自己的比亚迪、特斯拉。而纵观整个印度造车行业，有希望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阿加瓦尔，因为他是正儿八经的理工科高材生，懂商业也懂技术，和塔塔集团那些靠垄断吃的脑满肠肥的废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阿加瓦尔也有自己的烦恼，印度的基础工业实在太拉了，又要搞比亚迪、特斯拉那种4轮电车，只会走上和 VinFast 一样的路子，四处买零件，手工拼好车，最后既没有技术积累，也没有利润可言。因此阿加瓦尔选择了一条折中的道路，从2轮电车造起。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印度人买不起4轮电车，却很喜欢能在各种小巷里灵活穿梭的电瓶车。 OLE 上市没几年就干成了印度电瓶车市场的老大。2022年，阿加瓦尔更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退出 OLE 打车的日常运行，全身心投入到电动车大业中。他放出豪言，将来要每年生产100万辆汽车和1000万辆2轮车。2024年 OLE 在印度2轮车市场的占有率已经高达 46%， 也是在这一年，阿加瓦尔做出了本文开头的那张 PPT， 排除中国企业。
OLED 的两轮电车领域已经天下无敌。那么如果算上中国企业，情况又怎么样呢？就这么说吧，世界第一的雅迪销量领先 OLED 也不算太多，大概也就19倍多一点的样子。从这张图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三哥还是非常严谨的，说排除中国是全球第一，那就是全球第一。而 OLED 在两轮车市场上的亮眼表现，也成功吸引了一大批国际投资者的关注，比如之前和阿加瓦尔合作过的软银资本，就是 OLED 的第一大股东。此外，韩国的现代、起亚合计也给 OLED 投资过近8000万美元，所有人看好的逻辑都是一致的。既然阿加瓦尔能造好两轮电车，那想必四轮电车也不是啥大问题。而印度又是个巨大的蓝海市场，这投资不就和捡钱一样吗？2023年 OLED 电车的官网上放出了一张预热图，配的文字是印度最具野心的汽车。阿加瓦尔也在采访时透露了他的目标，在2024年下半年开始交付首款四轮电车，续航500公里，0-100加速4秒级，定价5万美元以下。这一下子投资人和印度媒体都沸腾了，虽然这些参数算不上多亮眼，但关键在于印度市场根本没有竞争对手，此车一出，再拉上摩迪老先美言两句，这销量还不得起飞喽。然而接下来发生的剧情堪比商业电影。2024年8月9日 OLED 在印度本土 IPO 上市，这本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但阿加瓦尔却在上市前夕突然宣布 OLED 正式放弃四轮电车，从此只做两轮电车和电动滑板市场。这一下子可把所有人都整懵了。不是哥们儿，大伙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们看这个？全国媒体可都吹了你几年印度马斯克了，没想到你小子想当印度贾跃亭啊！他在耍你啊，皇上！这个谜一般的决定引发了印度各界的大讨论，从正经媒体到民间论坛，所有人都在议论 OLED 到底怎么了。一篇报道爆料称，主要是因为疫情期间 OLED 的整体营收下降了 65%， 公司没钱继续砸电车了。文中还特地强调了一句，印度政府实施了全球最严格的风控措施，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三哥特有的幽默感。但不管怎样， OLED 电动车业务近几年一直在亏钱，是个确凿的事实。2023年亏损金额为38亿卢比，2024年则上涨到了56.4亿卢比。这事儿听上去有点奇怪，为啥一个全球第一（中国除外）的电瓶车企业会连连巨亏呢？在越南电车那期节目里，我们讲过，越南造车亏钱主要是因为没有自主技术，大到电池电机，小到气泡线、螺丝钉全靠进口，所以造的越多，亏的越多。而印度电车的问题正相反，他们的零部件全部来自于国产供应商，这也就导致其质量问题极为严重。据媒体报道， OLED 每月在全国范围内收到的投诉高达8万起，有些客户的新车在1年内因为质量问题被拖走7次，而到了维修中心又被告知前面还有500多辆在排队，你申请赔偿吧， OLED 公司会告诉你，对不起，那也得排队。这就搞得很多客户心态极度炸裂。要知道，一辆小电驴虽然算不上什么值钱玩意儿，但对多三哥来说也是刷信用卡或贷款才能买得起的重资产了。因此最近几年，印度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袭击 OLED 展厅和火烧售后中心的离谱案件。2024年10月，一个印度喜剧演员在推特上发了一张 OLED 服务中心的照片，图中几片 OLED 电动车倒在路边无人修理，据称已经放了好几个月了。结果阿加瓦尔看到以后怒骂该演员是收钱发帖，破坏印度自研电车形象。二人一顿激情互喷后，成功让 OLED 的股价跌到了上市以来的最低水平。人才啊！实际上，这已经不是阿加瓦尔第一次在网上发癫了。2023年，印度亿万富豪穆瓦尔蒂曾发表怪论，说为了国家发展，年轻人应该自愿每周工作70小时，瞬间引发全民声讨。而阿加瓦尔果断选择了支持福报理论，还说正是印度人民的懒惰导致了国家的落后。而这种逆天的言论让阿加瓦尔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如今，印度网民对 OLED 的厌恶程度已经到了一种恨不得它明天就倒闭的程度。在关于该品牌的讨论中，你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回帖，没有什么比看到特斯拉和 OLED 同时倒闭更令人欣慰的了。
你知道 CEO 会说这些，都是因为工人每周没有工作120小时。虽然看亿万富翁被网民们追着喷，确实是一件挺有乐子的事儿，但这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却相当严肃。由于本土工业积累太差，所以像 OLA 这种品牌，虽然集齐了天时地利人和，却拿不出令消费者满意的产品。而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印度政府放弃高额关税保护，此类企业将根本无法和国外品牌竞争。造个电驴尚且如此艰难，4轮电车就更别提了。因此，阿加瓦尔的止损选择其实相当明智。你可以说他菜，但不能说他傻。有趣的是，放弃电车幕后，阿加瓦尔的生意反而顺利了起来。他又开了一家 AI 公司，号称要打造印度自己的 DeepSeek。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成为印度的 AI 独角兽，估值约10亿美元，用11个月就达到了电车业务巅峰的1/4。或许 AI 这种想象空间大、工业要求低的领域才是最适合三哥大展拳脚的。至于什么制造业，还是交给莫迪老先去头疼吧。上合没有惯着莫迪政府阻挠中国大计的印度被9国集体孤立。在最新结束的上合政府首脑理事会中，联合公报提到了一带一路倡议，然而公报中唯独没有提到印度的名字。其他国家都是集体支持一带一路，但到了印度这里反而显得格格不入。印度媒体对此大做文章，称莫迪政府再次明确表达了对一带一路的反对。为什么印度要如此反对一带一路？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印度一直宣称中巴经济走廊 CPEC 经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简而言之，印度将一带一路和克什米尔争端绑在一起，认为这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削弱印度的战略地位。但是问题来了，印度的反对能够阻挡其他国家的合作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上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都没有惯着印度的意思，大家依旧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印度再怎么冷眼旁观，也无法改变这个大局。面对一带一路，印度的态度只能用消极2个字来形容。莫迪政府看似在外交上主动出击，但实际上却是消极抵制。与其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联合声明中，印度选择了一种更隐晦的方式，直接消失，名字不出现，也就显得自己没参与。可是，印度的这种消极态度，实际上并没有阻碍其他国家的合作步伐。上合的9个成员国都已经明确支持一带一路，并在联合公报中写明了这一点。即使印度不愿参与，也挡不住大多数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印度最终只能站在一旁，看着别人合作。而他自己在这场全球性的合作浪潮中逐渐边缘化。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上合组织多边合作的核心战略，印度无力改变这个既成事实。即使他有自己的理由，也改变不了周边国家纷纷加入一带一路框架和中国建立密切合作的事实。印度的冷淡态度不仅让他失去了很多机会，还让自己显得有些孤立无援。印度在上合会议上的表现也是让人看得一头雾水。先是3个月前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上合元首峰会，莫迪因国内政治议程选择缺席，随后不久却访问了俄罗斯。这一做法引起了外界的诸多猜测，就好像印度是刻意回避上合会议。而在不久前的上合政府首脑会议上，莫迪再次缺席，这次印方甚至连理由都懒得给。取而代之的是，印度外长苏杰生在伊斯兰堡前后只停留了24小时，会议结束后立刻回国，完全没有显示出任何实质性的合作意图。印度这种降级参会的行为已经在外交圈内引发了广泛关注。上合组织的元首理事会和政府首脑理事会都是非常重要的会议，一个决定组织发展的大方向，一个决定具体的合作和预算安排。而印度连续缺席，意味着他实际上把自己置于了一个旁观者的位置，这种态度无疑是在疏远自己与其他上合成员的关系。虽然印度在上合会议上的参与意愿不高，但他也没打算彻底退出。相反，印度时不时还会利用自己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对一些关键问题动手脚，给上合的多边合作制造麻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印度一贯反对一带一路，借地缘政治纠纷搞小动作，试图对中国主导的合作项目制造阻碍。虽然印度并没有能力阻止上合将支持一带一路的决议写入联合声明中，但他仍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中国地区合作计划的不满。
莫迪政府几乎把中印、印巴的地缘政治矛盾带到了上合这个多边合作的框架中，试图在这种场合对中国发难。而这种行为也让印度在多边外交上显得不伦不类。不仅在上合，印度的这种拖后腿行为也出现在金砖国家的合作中。每当中国提出重大倡议，印度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唱反调，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彰显自己的存在感。然而，这种做法的结果并没有让印度得到更多的尊重，反而让他在国际舞台上愈发显得孤立无援。印度一方面高调反对“一带一路”，另一方面却被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包围。即使印度坚称“一带一路”不尊重其主权，也改变不了周边国家纷纷加入这一倡议的事实。印度所担心的地缘政治威胁，到头来反而是把自己推向了一个更加孤立的境地。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抵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对中国的敌意。除了实控线争端之外，印度在心态上一直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对手。莫迪政府的大国愿景也处处试图对标中国。莫迪政府想在全球南方国家范围内建立一个自己主导的多边体系，以此来与中国争夺话语权。然而，印度的这种外交策略往往是事与愿违，表面上他以大国自居，实际上在外交行动上却并未展现出大国的风范。正因为如此，印度的多边外交不仅无法取得预期效果，还显得不伦不类，最终自己陷入了孤立。莫迪政府虽然一再试图通过抵制“一带一路”来彰显自己的存在感，但这种行为最终只会让印度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边缘化。上合的其他成员国并不会因为印度的抵制而改变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印度的孤立只是他自己的选择。